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这个贵州深山的大山里面转，在这里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里2个巨大的石头？然后这个前边呢有一栋房子，这个石头可以说比这个房子都还要大。那么正好呢，这个房子的后门呢就建在这2吨大石头的这个中间，看一下，非常的神奇啊。如果我们不走近一点的话，你们都感受不到这个石头的大。看一下，这里是他们的后门，这个地方有水缸，看到没有？就靠着这一吨大石头来建的。这个石头够大吧？然后这边这个石头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石斛，这个巨石上呢是长满了这个石斛中药材。非常的神奇，这个是石斛花，很漂亮，给大家看一下，非常漂亮的石斛花。看一下这个石头有多大，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横着就在这里。看看它是2间的2层的这个楼房，正好呢，左边一个巨石，然后这个右边呢也是一个巨石，它这个房子的这个后门呢，正好是一道门开出去，那么两边一边一块巨石，非常的神奇。这栋楼房是建的2层，2层楼的高度呢也才跟这个石头差不多高，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石头有多重。然后而且这个房子的背后一边一块巨石，懂的朋友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哈，它这个房子为什么要建在这个2个巨石的夹缝之中？这个或许真的有一定的说法。除了这2大个巨石呢，那边也还有2个巨石啊。这个村子感觉特别神奇啊。大家好，我是阿泰啊。刚刚我们这个无人机从这个深山峡谷往这里边飞进来啊，发现这里边有一个无人村主。我给大家看一下，好多的这个木房子都没有人居住了，然后土地也都是荒废的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木房子啊，在这个大峡谷里边已经都没有人居住了。然后这个田土非常好的田土也都没有耕种，都是荒在这里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田里面长了这么多的杂草。那么包括前面那个房子也都没有人居住啊。那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无人村主吧。这个都是以前非常好的一些木房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框什么的都没了，然后边上挂的呢，这个就是喂蜜蜂的一些蜂桶。这个院坝呢也都是长满了这个杂草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方的整个环境风景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对面那儿也有一栋木房子，这个地方也有啊。那么这个地方已经坏了，然后这个公路呢从外边进来走到这个峡谷呢就到头了哈。前面的公路是通不上去了，那么再往前面那个山崖口那个地方呢就是过不去路了啊，就过不去路了。过去那边呢就是属于桐梓县了。这个地方的水也非常好啊。那么那个上面那个沟呢也流了一个水下来，这个地方是一个交汇的水流交汇的地方。这儿有一个以前非常古老的一个石拱桥啊。然后这边上去呢也还有木房子，我再往上面走给大家看一看吧。是一个荒村啊，没有人居住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房子？这个是以前搞来烘东西的吧？烘房可能是啊。然后这儿都是拦着的，看到没有？这一家的这个木房子很漂亮哈，看到吧？特别漂亮。
它这个房子挺大的，然后又挺干净的。这儿呢已经把这个用竹子来拦住了，反正都是没有人住的。然后上边这个房子呢也是没有人住的，上面那个地方也都没有人住啊，峡谷里边。这个地方真的是山清水秀啊，这些人都搬走了，特别美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往这个峡谷里边再进去看一下里边啊。这一户呢是在这个公路边啊，也是已经坏的不行了，这个房子。那边那一户房子还不错哈，那一户房子还可以住人，那个瓦片呢也都是盖了新的瓦片。大家可以看这个边上这些土地全部是荒废的、荒的啊。然后这儿这一户呢也是没有人居住的。看这个门前呐、院坝呀这些就看得出来啊。那么就这儿总有这个几窝的这个玉米，这个呢就是主人家偶尔就是回来的时候呢，他种一下，那么要收的时候呢，他就回来看一看，是吧？那么就是为了吃这个嫩玉米吧。那么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门口总有几颗玉米呢，他就有人长期在这儿住，不是的。如果长期在这儿住的话，他这个看到没有，进房的这个路口他是不会这样拦起来的，明白吧？所以这些人都是没有在这里居住的。那么还有上边那一户啊，这个地方环境是不是特别漂亮？有山有水。大家看看这个马路边上这一户呢，也是没有人住的。这个公路呢，到这儿呢就到头了啊，上不去了。这个房子看起非常漂亮，那是因为主人家偶尔他会回来这个清扫啊，管理一下。那么为什么没人住？你们看这个进家的这个公路都是全部拦起来的，这个就能判断出来是没有人住。还有就是周边的一些土地啊，它是没有耕种任何的东西的。那么这个是铁定没有人在家里住，有人在家里住的，他多多少少呢，他都会种一些东西啊。还有这个山上面那儿呢，隐藏有2栋房子，咱们这儿看不清楚啊，都是已经破败不堪了。那看到这个有这个拉电上去是吧？咱们这个镜头上已经看不到了啊。朋友们，这个地方没有人居住了，有好多栋的木房子，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漂亮，整个房子都是完好的。这个地方真的是有山有水有环境，各个方面条件都非常不错，然后公路也是通进来的。但是不太明白啊，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搬走了，不在这个地方居住了？我觉得还是蛮可惜的。我个人认为，真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世外桃源。我觉得真的这个地方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这么多的这个木房子荒废在这里，真的是挺可惜的。朋友们有喜欢这样的地方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哈。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乌江的边上，在这个路边呀，发现对面有几户原生态的人家，非常漂亮哈，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不通车路，然后他们要出行的话，全部靠渡船哈。看看那个江边上也摆了几艘船，如果说让我在那儿待个1、2个月的话，我是100%愿意的。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哈？很漂亮。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梅潭和石阡的交界处。我身后这条高速路呢，就是梅潭到石阡的高速路。去年年底呢才通车的。那座大桥呢，就是河闪渡乌江特大桥啊，也是非常壮观的一座桥。它的桥长呢有2公里长啊，桥面到水面的高度呢也有340米啊，也是有100多层楼高啊，非常的壮观。这条高速公路呢，是从我脚下的这个山体里面穿出来的。这个地方呢，还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呢，正好居住在这个高速路边上哈，它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00米。然后这条高速路现在的车流呢，还是不错的啊，经常都有车过来过去。我感觉他家住在这里是不是太吵了？因为这个车辆出隧道啊，包括在这个桥上走呢，它的振幅都是比较大的，声响也比较大。可能比较吵哦，要是我的话可能睡不着。那么大家看这个前方呢，就是河闪渡的大桥，也是非常壮观的一座大桥。它这边从山体出来之后呢，那个地方把山开了一个岔，对面呢那是一片悬崖峭壁啊，而且我看到那个崖壁上还有一些山洞啊。那么它这个桥面到下面江面的高度也有300多米，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峡谷，挺壮观的。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石阡的楼上古寨，这是一座建在有着500多年历史的传统古村落，也被称为周家寨。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角落，包括路灯上呢，都有偌大一个周字，是一座以周氏家族为主的血缘村落。整个村寨呢，坐东北向西南，距离石阡县城15公里。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据周氏家谱记载，周氏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明朝进士周国造出任四川威远县，修建有江西会馆。家属呢居住在该县洛阳乡的大城坡，后来呢又移到西蜀潼关乐乙县天井坝。明朝弘治6年，也就是1494年，距今呢已经有500多年了。也就是现在楼上古寨的始祖周伯权呢，避难贸易入黔，来到楼上古寨啊，发现这个地方前面有河流环抱，后有苍山点缀啊，非常的漂亮，就在这个地方呢定居了下来。楼上村整个村寨以北斗七星树为中心点，划分为4个不同的分区，东南方向为生产区，西南方向为居住区，西北方向为娱乐区，东北方向为墓葬区，功能分区非常明确，让人惊叹。现在呢，我已经在楼上古寨的寨子里啊，走，带你们去逛一逛这个神秘的寨子。那个地方呢，就是进寨子的大门。一进来之后呢，这里是一个广场，中间这个呢就是戏台，也就是说，以前呀，人都在这个2楼那儿唱戏，对吧？这个应该是清代的一个建筑。那么村民呢就站在下面观看啊，整个广场呢还是比较大的。这2棵树其实不简单的，它是一个树头，上面呢分叉开来。这棵树呢叫做桂花树，但是他们这里呢把它称为姊妹树，为啥呢？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啊，一边是开白花，一边是开黄花，还是比较神奇的啊。大家有机会到这儿来呢，正好遇到中秋节前后的话，可以见证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7星连珠的古枫树群，但是呢现在这7棵树已经不全了，看看这里有一棵坏的，这棵是，这棵是，这棵是，那里那一棵也是。那么目前的话，这7棵树好像只有这2棵是活的，其他的全部都被这个仙鹤在上边筑巢。
你看这边这个树上都有些草，然后呢，就是拉这个粪便下来呢，就把这几棵树给弄死掉了。现在只有2棵活的，还是3棵活的。这个上面呢是紫铜宫，我们去看一看那棵千年紫薇树啊，非常罕见的。我要是不说的话，你们是不是以为这棵树很普通？其实它一点都不普通啊！这是一棵千年紫薇树，非常的漂亮，长1000年才长这么大。它的这个树的表皮啊，触摸去就感觉像我们的皮肤一样细嫩光滑，非常的舒服哈，摸起来。你看，这写着千年紫薇树。很好玩的是，在开花时节呀，用手触摸整个树身呢，树叶会摇动不止啊，体验后会给你带来好运。我们摸一摸哈，现在在刮风呢，感受不到它这个树叶到底有没有抖动。如果说正好大家来这里遇到没有风的情况下，可以试一试啊。这个地方呢叫做四方碑，就是楼上古寨的墓葬区啊。前方这一座古墓呢，就是四世祖周国珍的坟墓，但它是一座假坟，真正的坟墓呢是在后面的这个岩穴之中，当地人称之为岩穴葬。这座古墓呢以绝壁为天然的屏障，周围由参天大树覆盖，浑然一体，前方群山环绕，江水环抱啊！你们觉得这个地方如何？哇，在这个寨子的中间来看一看啊，这个古寨子非常漂亮啊，里面的建筑呢都是这种3合院、4合院的这种造型。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寨子山上的观景台，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古寨的北斗七星的布局。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三宝这里啊，它就是属于墓葬区，这个位置呢就属于娱乐区，这个位置呢就是生活区、住宅区啊。那么前方江边的这个土地这里呢就是生产区。你们注意看这个地形啊，它就像一个北斗七星的一个斗，看到吗？这个地方住宅区，这个地方生产区，前面那儿墓葬区，这个地方娱乐区，是不是像一个斗？而江边这里延伸过来呢，就是一个坝，对吧？就是北斗七星的一个造型。那通常我们很多人修建房子、修建住宅，是不是在江边？但是它这个地方呢，正好把江边的这一片地呢，作为这个生产用地，而靠山的这个位置呢，建的房子。所以说，你们觉得古人的这个智慧牛不牛？那么前方呢是群山环绕啊，江水环抱，整个寨子在建寨之初就有非常多的考究啊。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有500年历史的这个古屋啊，马山古屋。这个地方呢是龙门，上边呢写有千年古龙门的一个字样。大家注意看，这个龙门是呈8字形开的。那为何要呈8字形呢？主要当地人说有一个驱蛾辟邪的作用。还有啊，这个龙门它是不正对中堂的，是斜着开的，又有财不外露的一个意思啊。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几百年的马山古屋。那么这个建造风格呢，它是4合院型的这个马山古屋，两边呢都设置有厢房。那厢房呢，它有2楼啊，也可以住人啊，也可以放一些杂物。那么那边那个呢，好像是以前的猪圈吧，那个也是厢房。这种属于这种4合院又是3合头的这种建筑啊，因为它前方有龙门，所以呢也把它当成一个4合院。这一栋马山古屋呢，就是楼上古寨最古老的房子，也就是1世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第1栋建造的房子，至今呢已经是有400-500年的一个时间了。大家看这个房子的选的地点啊，也是非常的正，因为它始终是这个地方第1栋开始建的房子嘛。你们看这个正中间对出去啊，前面是一边一座山，对吧？中间呢正好是一个垭口，那这栋房子的向山呢，就是朝这个垭口向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龙门，对吧？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用马桑来建房子啊，因为马桑树呢大家都知道长不高。你看这一栋房子呢，它明显呢比周围其他所有的房子都要矮。
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用的这个材料啊是马桑树。马桑树呢一直以来呢都是长不高的啊，所以你看这栋房子呢，它建的也不高。马桑树能长到这么高的柱子呢，已经是很厉害很厉害了，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边上这个厢房啊，也有可能啊，就是以前的人啊，个头是不是都不是很高啊？所以说他建造房子呢，也建得比较矮一点，这个咱是无法去考证的。反正整个房子它跟现在的这个木房子的这个风格呢，应该是要矮1/3左右的这么一个高度。这个古房子呢，全部都是马桑木修建而成。当然，现在呢，因为被烧毁过，所以有一些呢是保存着，有一些呢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比如说这个板壁呢，可能是后来加装上去的。这个上边有写着啊，楼上村古建筑，周正奇的老宅。周正奇呢，应该是他们这里的几世祖了哈，他并不是原始世祖。这一栋马桑屋够久远了吧？至今已经500多年了。楼上古寨建在500年来啊，没有出现过水灾，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大的火灾，这得益于人家的防水系统和防火系统。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巷道穿来穿去，那么它的两边，这个古巷道的两边呢，都有很深的这个沟，干嘛的呢？就是排水的。因为整个寨子呢，它是依山而建，所以说一旦在涨洪水的时候呢，这个排水系统呢尤为重要。你们可以看看每一个向山上走的这个巷道呢，两边都有这个排水系统，在这些地方呢有做一个交叉。那么这个房子的下方为什么都有这种石墙啊？你们可以看看两边都有这个石墙，它这个石墙的目的呢，有一个防盗的作用，当然也有防火的一个作用。老娘，哎，真的嘞，在这儿耍。哎，你找哪？哦，买菜种。好，那你去买吧，我再看哈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巷道的两边啊，它都先修有一段这个石墙，它的目的呢有防盗的作用，更重要的呢是防火，也就是其中假如说某一栋房子有着火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很快通过石墙能够攀爬上去。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哈，这里建了一个石墙之后，他脚往这个墙上一踩，立马呢就可以到房顶。到了房顶之后呢，把上面的这个瓦呀，这个木料一掀开呢，那么我们的这个火光呢，它就可以什么直接穿出去，就避免了大面积的这种火灾的情况。这个天福井的这个泉水呢，也是比较神奇哈。现在大家看啊，已经天干了2-3个月了，这个依然有这么大一股水。但是在涨洪水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比这股水大一点，大不了多少，它也不会水昏，所以说挺神奇的哈，这个泉水。楼上古寨呀，把这个山水、人文、地理运用到淋漓尽致，包括对村寨的这个防水、防火、防盗系统的建造呢，也是堪称一绝，真的是很多值得现代人的学习哈。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我身后这辆车呢是长安 CS75的 Plus， 我购买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目前的行程呢是5万多公里。我记得我买车的时候发过视频，很多朋友呢就跟我说，你长测一段时间之后呢，给我们发一个视频，说说你的感受。5万多公里呢，我觉得差不多了哈，因为很多人开2-3年的车呢，也不一定有5万多公里，我觉得是可以说一说了。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我开这辆车的一个感受啊。这辆车虽然说已经出来了，应该有2年多的时间了吧，但是它的整个外观呢，看去也是仁者见仁吧。说好看的呢觉得好看，说不好看的呢也觉得不好看。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车身的长度呢还是比较修长的，也就是说你开在路上呢，让别人感觉这个车还是挺大的啊，不是那种小巧玲珑的。但是开起来呢，它紧凑感是不错的啊，也不会说让你感觉开着这个车很大的一种感受啊。我觉得现在的车企呢，该淘汰的都淘汰了，剩下的呢就那么几家了，也没有太多的选择。那可能它内部的一些结构呢，其实都是相差不大了。可能第一眼呢，大家肯定会选择的一个外观，对吧？你喜欢这个外观呢，你再去看这个里子。但是我选车呢，可能跟大家有一点区别哈，可能更重视的动力要稍微的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都是跋山涉水，不是在城市里面去平稳驾驶的。我现在呢在车内，先把这个车呢给它启动起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点亮后的一个仪表盘啊。然后我们看到这里，看到吗？53680公里啊，现在开到现在是5万多公里。那么它的很多一些菜单呢，也都集合在这个方向盘上啊，咱们就不一一去讲了，因为这个呢，很多车评人都会讲，你们去看就是了。大家最关心的呢，就是这个油耗啊。我跟大家调出来油耗，大家看一下。这里大家看到吗？目前这上边的行程显示是14765公里，然后平均油耗呢是11.7啊。这个油耗的话，说实话不低啊。但是呢，因为我这个车呢是2.0T 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吧。而且我跑的路呢，大多数都是山路啊，高速路跑的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油耗会高一点。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11.7，反正以现在的这个油的价格的话，确实不低啊。而且它这个表显的话，我感觉可能比实际的会显得更低一点。这个驾驶仪表盘呢，它是3种显示模式啊。比如说现在我用的是这种节能模式的这个仪表盘，就是蓝色的嘛，看起来心情舒畅一点。如果说你想自己激励驾驶一点，那你可以搞成这个运动模式。那运动模式看起来这个飞轮它就是特别有驾驶激情的这种感觉，对吧？然后这种呢就是原先的这个普通模式，这个基本上就不用了。那看起来就像之前的那种机械表盘。这个车呢有这个 L2 级的这个辅助驾驶，也就是我们在高速上什么的呢，它都会车道保持、自动刹车、自动跟车等等。那么相对来说在高速上开车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啊。这个智能化的集成度呢也比较高。即使到现在呢，它也不落伍啊。一些智能的东西呢，可以跟大家测试一下啊。基本上在车内坐着呢，你也不需要太多的去动手啊。基本上是动口就行了。我们跟大家测试一下。小安你好，在呢。放首歌来听。最近大家都比较喜欢听这首张靓颖的《就算》，一起来听听吧。那么他就开始放歌。那么比如说像打开天窗啊、打开窗户什么的都可以啊。小安你好，在呢。车窗降1/4。你看他还知道我在这边，他给我降了这边啊。小安你好，所有车窗降1/4。你看他就把所有的车窗给你降1/4。那么它这个功能呢，就是你一定要1/4啊，或者1/2这样子啊。再来一个哈。小安你好，我在。关闭所有车窗。好，它又全部给你关闭。你也可以只降一侧的，只升一侧的啊。小安你好，在呢。主驾驶车窗降1/4，它就只降主驾驶位的。也就是它其实还挺智能的哈，就是你想到的东西呢，你可以把这个语言组织一下，它能听得懂，也能跟你去执行。
比如说它这个车有空气净化，我们可以试一下。小安你好，打开空气净化，然后它就把这个空调给你打开，智能净化也给你开启。这个智能净化呢，要表扬一下，因为我已经开了1年多的车了，它每次你让它开启智能净化的时候，它里面是要冒出香气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去实现的。反正是你发现车内空气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就让它开启智能净化，它里面是直接有香味出来的，就是瞬间的话就可以让你的车里面这个神清气爽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感受特别的好。说实话啊，这个车开了1年多5万多公里呢，我基本上还是满意的，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当然呢，被人家追尾过，但是这个东西呢跟车无关。但追尾呢也暴露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后边的这个防撞梁呢很单薄，那么被人家怼进去了好远。这个呢可能有很多的合资车呢也是这样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好，我也不去做点评。那我为什么要买 SUV 呢？首先我们经常在户外去，有可能是要睡在车上的，像这个车呢它后边是可以纯平的一个空间，那么纯平弄好之后，像我这种1.8米的个子在里面睡觉都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车的外观呢，我觉得也还行吧，谈不上好看，讲老实话。最主要的它这个动力呢让人放心啊，它是8AT 的变速箱， 2.0T 的发动机，所以这种组合呢大家都觉得比较放心一点，我也是这样，对吧？因为长期开车，你想想我1年多开5万多公里，这个东西就不能开玩笑啊，像这些主要的地方的东西肯定是更注重一点，是不是？这个车的驾驶感受呢整体是不错的，还有就是它的主动安全性的这些配置非常高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停车的停车位啊，它是跟这个公路是成这个十字交叉的，那么你从里面倒车出来的时候，这个马路的前后来车你是看不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尾部的这个探头呢就能给你探到，你只要听到后面没有响声呢，基本上10米20米开外就不会有人有车，有呢它马上就会给你报警，那你就可以注意。这个呢也是一些安全的一个配置哈，其实还真的好用啊。还有比如说主动刹车这些功能，当然很多车都已经有了，但是这些功能呢，讲老实话哈，有时候真的能够帮助你避免一些小小的一些事故。其实人在开车的时候啊，难免有走神的时候。往往这些发生一些小的事故啊，就是在你走神的时候发生。那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主动的安全配置呢，就尤为的重要。因为在你走神的时候呢，正好它能够反应过来，跟你踩一下刹车，有些时候能够跟你避免一些刮蹭之类的这些小事故啊。我开着这个车呢，去了很多路特别烂的地方，尤其是有一次去铜仁的一个无人村的时候，那样的路只有我一个人我都敢去。哇，那个路我说实话，有些人开那种44驱的，他也不一定敢去。我们这个车呢是前驱车，我也敢去，所以它的动力呢还是够用的，而且在那种烂泥路上呢，它也能够很自如的去应付啊。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相对满意的哈，尤其它这个动力呢，我还是相对满意的。反正整体来说，也就是中规中矩嘛。那么你非要说一点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油耗确实是不低的啊，确实是不低的。如果你是只是代步的话，还是买 1.5 的比较好啊， 2.0 呢确实更费油一点。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车的座椅我是不喜欢的啊，讲实话，这个车的座椅只是说好看，但是一点都不实用，不行啊，太单薄了。不知道后面的会不会改进啊？这座椅确实太单薄，就是你长途驾驶开个400、500、600公里呢，你一定会感受到屁股的不舒服啊。最后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买车的事情，因为每个人买车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而且现在的车呢，只要是还在市面上的几大车企呢，其实车都不错，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看自己个人的一个需求了。那我就跟大家说说我的需求哈。我的需求呢，就是外观可能不是重点，那么重点呢在于这个动力组合，还有什么
安全化配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是长期在外面跑，而且是跋山涉水的这种，也就是会走很多的一些烂路。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它的动力呢要好，所以我选择了这个 2.0T 配 8AT 的这个顶配的这个车型。第二一个呢，就是它的安全配置、智能化配置要高。为啥哈？你长期开车在路上，所以它的集成化的一些智能的东西呢，你可以去玩一玩，这个呢就显得你不那么枯燥。比如说我们的语音控制啊，这些有时候你可以跟这个系统开开玩笑，对不对？让它唱唱歌，跟它对话一下，那这个呢就会增加了你的驾驶乐趣。这样呢，我们在开车的途中呢，也不那么容易的疲惫，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啊。第三一个呢，就是空间。我长期要在外面，偶尔会在车里面睡觉，所以整个空间大一点，我可以在后面睡觉。那比如说这个车呢，你把后面纯平空间弄开之后呢，它有1.8米多、1.9米的这个进深，我这种1.8米的个子睡在里面呢，完全没有问题啊。只要你把被子铺好呢，睡得还挺舒服的。所以我呢，其实就是3个要求，对吧？一个动力组合，一个智能化配置，一个呢后边能够纯平可以睡觉，就这几个要求。所以这个车呢是符合我的要求的，所以我就买了嘛，对不对？你们要根据自己的要求去买。那比如说这个车的指导价是15万多，那它优惠下来呢可能就14万多，对不对？有很多朋友呢就说你14万多可以买合资车了，但是14万多你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合资车呢？这些东西全部是硬的，然后这个安全的配置也要少很多。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如果你为了面子的话，那我也没面子，对不对？所以说要看自己的一个需求。最后呢，跟大家总结一下，这辆车整体呢我是满意的。那么你要说挑出不满意的2个点呢，就是这个座椅太硬了，太单薄了，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呢，不要选择这种座椅。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油耗呢，确实还是偏高的。讲老实话啊，以现在的这个油呢，你跑这种山路呢，可能都要达到9毛甚至更高的一个价格啊，这个还是有点心疼的哈。油耗偏高，那其他的呢没什么缺点哈。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今天呢，阿泰是来到了赤水河畔，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建在石头上的古镇。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座古镇竟然是一座千年军商古城堡。没错，这里就是赤水的丙安古镇，一座建在河滩巨石上的千年古城堡。丙安古镇自古以来就是川盐入黔的必经之地，被誉为明清建筑与历史的活化石。据历史记载早在殷商时期，这里就有古人渔猎的踪迹。自清朝乾隆年间赤水河进行大规模治理后丙安成为了赤水航道最繁荣的水陆码头之一，也是云贵川3省往来盐船和商家必经的夜泊之地。当时沿岸的马帮、盐帮、酿酒烧坊林立，客栈、饭馆、茶馆比比皆是，正所谓是繁荣一时这里呢，就是曾经的茶马古道。如果你走在这个古道上你都能感受到当时的繁华。中间这个桥呢，叫做双龙桥，它位于一条河流和赤水河的这个河口，始建于清代非常久远了。桥的中间呢，早有一雌一雄2条龙昂首向上流方向，龙头高出桥面1.1米非常的壮观。我们顺着茶马古道一直往前走呢，就来到了古镇的下方。可以看到这个下方呢，全部是一片巨石所以呢，这个丙安古镇被称为建在巨石上的古镇。顺着这里台阶往上爬爬上去呢，就来到了古寨的东华门。我们从东华门进入古镇一路也走不了多远，就可以来到西面的寨门。那么西面的寨门呢，叫做太平门均为清代所建。
建筑呢为这种拱形的石门啊，出寨门向西下坡呢有一条63米的石梯啊，呈这种阶梯形呢向下延伸，通向码头。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么小一个古镇，当时怎么就是军商古城堡了呢？其实，在古代冷兵器时代啊，这样的地形其实是易守难攻的，因为这个两边呢都有河流，其实你是很难渡过来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古镇是依山而建，又是建在河滩的这个巨石上面的，你从下游上去了，你上不去。两边的河流呢，也是隔断了这个去路。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铜仁德江县的长风乡。我身后这个洞呢叫做穿心洞，据说这里面呢是一片世外桃源哈，有一个老人家呢隐居在这里面已经有10多年。走，我们进去探访一下。很漂亮的一个大场地啊，我感觉都有这个足球场这么大，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洞里面还放了好多的椅子，然后这边呢就是另外的一个洞口。它这个洞呢，它是两边是相穿过的啊，就类似于一个天生桥的那种形式，但是比天生桥呢又要更宽大一点。这边呢建有一排的这个房子，然后这儿呢有一个小桥走过去。从这个地方走过来呢，经过这一座小桥，就会到他们这边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房子，纯良的这个房子啊。它这个两边呢，一边有一个坎，然后呢，正好把这个河水呢给它拦到这个中间的位置。哇，走到这边来，好宽大。你在做哪个，水水？你在做哪个？你在写字啊？我来练下书法。你是写书法的呀？我参加全国的书法大赛，我这一次已经是报名了。参加全国书法大赛？哦，哇，你才是个文化人呐！文化是当然是我也是混时间啊。混时间，写得好哦。你写字写了好多年了？40年了吧？都写了40年了。我这个陈云春就写得好啊，可以说是个达到国家级水平了。而且我不是说我自吹自擂啊。我只有一首陈云春诗，在当今中国他没得几个人做得起。我念给你听。好吧？陈云春大将军是我们大将姓的嘛。秦东疏流，厚德江城。甘霖菩萨，万物不停恩。峰峦突垂，清气耀眼；云追白鹭，柳龙黄莺。河清海晏，盛世风华尽红尘。阴下里望西山玉水，满云追春。观音湖有新雨，乌江飞鹤响无行雨。喜故乡聚宾，化于千里。拓平山华，相醉人景；国强民富，气振风情。寰宇激荡，中华魂。同携手，奋进新时代，锦绣乾坤。写得好。这些诗词现在当今社会没得几个人做起，它的文学性，它的艺术性，它的思想性，它的政治性，它的社会性，它的时代性。但是你再好的诗词，你如果没得朋友，他就点不到赞，他又不给你点赞，其他他又看不懂。关键是有文化的也是占比少数。有文化的有文化本身就少，现在懂诗词人少，再加上他这个这个平台，一般又看不到。这完全是靠自己的朋友圈来发朋友圈，他们读了以后认为最好，他就给你点个赞。书好大年纪的？今年66岁。66哈。你来这里好多年了？今年18年。18年了。你是哪个原因来这里的？我家就是外面的。哦，之前就住那边？就是过去就是1公里。
我从小望就砍柴呀，都在这，都在这地方。那我看你这个里面也整了好多房子，又整了些东西，花了好多钱哦。这将近花这个500万，花了500万。今年18年了，光是修桥、修路啊、修东，搞这些30产品就搞了7年。你也有恒心的来，花了18年。来慢慢的整。我家这个地方，我当了这个地方来养下楼啊，修个生噻啊。对。我不图浪走浪勤嘛，那我就图他自己待个舒服啊。楼来的话，有几个爱情不会鱼啊，自己待个舒服嘛哈。你这以前是在外面上班了都是？哎，在哪里上班啊？哎呀，我待了单位多。你以前都在政府上班啊？我的劳动局啊、计划委员会呀、司法局呀。农经委呀，这个洞主沈叔叔呢，他在48岁以前啊，他也是在政府部门上班，包括在贵阳办事处呢，也上了好几年的班。48岁以后啊，才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打造这么一片世外桃源，真的是令人敬佩啊！在48岁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放下了好多事情。我感觉就这一点上呢，已经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哈。你看，通过了18年时间的艰辛的这个打造啊，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这么漂亮的一个世外桃源。我其实挺佩服他的这种勇气的，是吧？那么好的工作能够放掉啊，回到自己的家乡，真是勇气可嘉呀。那么现在呢，他就是在这里面写书法啦，下棋啦，然后在这里躺着想一想人生啊，对吧？这种生活真的是挺惬意的，让人羡慕哈。如果说让你来过这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你愿意吗？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人来问我，你们贵州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农特产品啊？当然有了，就是这种水果。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见到过吧，也没有吃过吧。它浑身长满了刺儿，你一不小心的话就被它扎一下。像外地的朋友的话，看到这样的水果他也不敢吃啊，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吃，对吧？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赤泥果呢是可以吃的，而且呢营养价值非常丰富。它不单单是赤泥果上长了这么多的毛刺，它的树上呢也到处都是这种很硬的刺，很坚硬的刺。如果你不小心被它抓到的话，是非常疼的，而且是要出血的哦。那么我们去采这个赤泥果呢，一般都要戴手套啊，你不戴手套的话很容易扎手。当然，我们有经验一点的话，可能就这样子哈，用手去把那个刺呢跟它这个，哎呦，跟它麻过来，对吧？把这个地方搞掉，剩下这个刺果怎么办呢？用牙咬一下，采下来的话它还全是毛刺，那我们就牙齿咬一下，咬一下呢就要把它这个里面的籽给抠掉。我们把它咬开了之后呢，就把里面的这个籽给它抠掉啊，就是这个形状的，边上依然是这么多毛刺，然后就是这样吃，刺也一块吃掉了。它是那种酸酸的、涩涩的那种味道。有人会问哈，你这样吃进去，这个刺都扎手，难道不扎嘴吗？你到这个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舌头的这个敏感度非常高，它一旦碰到的话，它就会把这个刺压扁，或者说它知道往哪个方向它才不扎嘴哈，这个咱不好描述，反正嘴巴里面是很厉害的。我跟大家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赤泥果，虽然它很小，就比我们的大拇指大不了多少，但它的营养价值却是非常高的。它有健胃消食的一个用途啊，就是我们肚子很饱的情况下，我们吃几个呢，它有消食的一个作用。但是反过来，我们肚子特别饿的时候，随便吃上2、3个这样的赤泥，它就有很好的这种饱腹感，
所以说呀，它是补充能量非常好的一种野生的刺梨。你要吃它呢，有可能你要被扎好几下。你看，刚刚我为了吃它也被扎了几下，而且我还是有经验的，对吧？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刺梨果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那它高在哪里呢？ VC 含量非常高，它的 VC 含量是苹果的600倍，是猕猴桃的20倍，是柑橘的100多倍。所以，假如说我们需要 VC 的情况下，你吃任何东西都没有吃这个刺梨果来的实在。所以这就是它的价值，而且它里面还含 VP、VC、SOD。如果说是生吃的话，它这个口感确实是很一般。不过呢，现在这个刺梨果呢，已经是加工成了很多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把它晾干啊，晒干之后呢，可以拿来泡酒啊，是非常好的。还有做成这种刺梨干呀，把它做成这个刺梨汁儿啊等等啊，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衍生产品出来。比如说把它浓缩成这样的刺梨原液。那这个呢，就喝起来口感要好很多，而且它的 VC 含量呢也全部提取出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哈，我们每100毫升的这个刺梨原液呢，它的 VC 含量啊是800毫克，天然 SOD 呢是53000U 个单位，刺梨多酚呢是1000毫克，这个含量是超级高的。我们一瓶呢是50毫升，那实际上它的天然维生素呢就是400毫克。天然 SOD 呢就是26500U， 刺梨多酚呢就是500毫克。我们人体呢一天一般需要100毫克的维生素 C 就可以了，特殊人群呢可能多一些。这一瓶的含量是400毫克的维生素 C， 我们喝这么一瓶这个刺梨原液就能够超过我们一天所需要的 VC 含量，所以你是不是特别容易补？而且我告诉大家哈，我们去补维生素 C 的时候，很多都是合成的，那么它不能促吸收。而我们的刺梨原液里面，它含有天然的 VP 就是促 VC 吸收的。也就是说，我们喝这样的刺梨原液的话，它是更容易被我们吸收的。朋友们，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刺梨原液它被称为液体黄金，它对我们人体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而它的医学方面的东西我们是不能讲的，所以大家可以更多的去了解。比如说我现在喝这一瓶这个刺梨原液啊，我喝给你们看一下。50毫升，2口就喝下去了，营养就吸收的满满的。你们知道这一瓶它是400毫克的这个天然 VC 含量。假如说你要去吃水果来补充这个 VC 的话，你要吃多少呢？你要吃10公斤的苹果，而且它的吸收程度是不如喝这个原液来的好的。朋友们，每天让你吃10公斤水果，你吃不吃得下去？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你们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我们贵州的这种特殊水果刺梨，那绝对是21世纪对于水果最牛的发现。我相信这个产业可能在贵州会发展越来越好，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好东西。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刺梨果哈。假如说你在山上看到有这个刺梨果呢，你就可以直接吃的啊，不用担心啊。它虽然是刺儿头不好弄，但可以吃，而且是充饥很好的这种野生果啊，吃几个就能有饱腹感啊，非常适合野外生存的这么一种水果。那么你也可以把它采回家，晒干之后呢，拿来泡酒啊，也是非常好的。第三一个呢，你可以加工成果脯，你也可以自己加工啊，没有问题的。自己拿回去之后煮一煮，然后把它晒干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榨汁啊，把这个水果拿回去，把里面的籽抠出来，然后把这个东西去掉，那你就可以用榨汁机来榨汁，榨鲜果汁，那吃起来是不是又是另一番的味道呢？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这个刺梨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我们贵州的好产品，还有很多很多是你们不知道的哟。你敢相信吗，朋友们？20年前从一棵楠木树上掉下来一棵树枝，竟然卖了60万。
大家好，我是泰哥。现在呢，我在铜仁德江的楼房村，这边呢有一棵4300年的金丝楠木，被称为亚洲楠木王。走，带你们看一看这棵神奇的、价值不菲的楠木树。我们来到这棵树的跟前呢，这里写着亚洲楠木王千年神树。那么下面呢有好多的文字，也介绍了这一棵楠木古树啊，跟当地的这个土家族的一些渊源关系。大家有兴趣可以截屏好好的看一下。那么这棵4300年的古树呢，就在这个上方这个位置。我们来到这棵楠木树的跟前啊，发现这棵树真的是非常的巨大。哇，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根系啊，是全部抓入地面的。而金丝楠木呢，大家知道它这个木料啊是非常的一个坚硬的，就坚如石头一般的这种感觉。整个这个树根下面，它像这个我们人体的一个心脏一样抓向地面。它下面这个树根的这个幅度啊，据说有32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面积，而且还有没露在外面的。那么它这个树的树高呢，有43.5米哈。43.5米是什么概念，朋友们？相当于13层楼的高度啊，大家可以去核算一下。这棵树的树围呢，他们标出来是12米，12米呢，就可能要大概9个、10个的成年人呢，才能把这一棵树给围住哈。这一棵树的树龄啊，至今为止呢，据他们的介绍啊，有4300年。哇，4300年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啊，我还没有出生，可能看视频的各位呢，也都没出生吧。非常的久远哈。我们人活几十年都不容易，那么这棵树矗立在这个地方已经4300多年了，太令人敬佩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棵树的大小，大家在视频中啊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当我特别靠近这棵树的时候啊，你们来感受一下。我们在看这个树的一个树围，那么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红布啊，把它围起来的。那这个呢，也是当地的这个村民来给它围上的。一个呢表示敬重，第二个呢是祈福啊等等这些意思哈。因为毕竟这棵树生长了4300多年，也真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他们好像是每逢一些节日呢，会到这个地方来做祭祀的一个活动。之前我来过这里一次啊，有个本地的阿姨跟我讲啊，他们有一次祭祀的时候啊，下面站满了几百人。那么祭祀的时候呢，都没有什么事情。当人全部撤离开的时候啊，上面呢掉了一个枝桠下来。所以你看，像这样的千年古树啊，其实它都有一定的灵性哈。人们呢在这里来敬重它，当然它呢也是在保护人们，对不对？那么大家来近距离的观看一下这一棵树啊，在我的感觉里啊，就是大，1个字大，2个字非常大，3个字非常大。因为这个可能咱们在视频中就很难感受出来，你到了现场之后，你就感受到这棵树的一个巨大。那么这棵树的上边呢，其实已经断了2、3棵的枝桠，导致呢它的只有这边呢才有枝桠。那么这边的枝桠呢也是非常的茂盛，但是呢左侧呢其实是光秃秃的。我们走近一看呢，它这个地方呢已经撕裂开了一条口子啊，可能这边太重了，又或者说是这边掉枝桠的时候给弹开的一道口子。所以我觉得这一棵4000多年的古树呢，需要人类的一个呵护啊。那么是不是这边呢应该给它加固一下，对吧？要不然这种大风吹啊，或者说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呢，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还有啊，就是它这个下方，因为我们到很多地方呢，实际上看到这些千年古树呢，它的周围呢都是围起来的，而这一棵
千年金丝楠木呢，实际上它是没有围起来的。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边上跟它围起来围一下？今年因为这个天气特别的一个干燥，你看这个树的中间呢，有很多这个树皮呢都已经在往下掉啊，看着好心疼，好像是缺水的这种感觉。可以说呀，这棵树啊能够存活到今天，实属非常不容易。它经历了数千年的这种山体滑坡呀、电闪呀、雷击呀、泥石流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自然灾害的一些摧残。我们也看到它整个树的这个身体啊，也是伤痕累累，真是不容易，非常值得让人敬佩。我站在这里呢，可能大家还是感受不到这棵树到底有多大，可能要用数据跟你们讲一讲呢，才能够够大。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树围12米啊，树高43.5米啊等等，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我来告诉你，这个树围12米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它这个树的胸径、直径是多少米呢？3.8米。3.8米什么概念，朋友们？我们2个1.9米的人躺在地上对接起来，这就是这棵树的一个宽度。朋友们，你见过这么大的树吗？所以说这棵树4300年，那真的是此言不虚呀。说它是亚洲楠木王，真的是不为过呀。你有听说过哪里有3.8米的直径的树吗？可能没有听说过吧。而且它还是金丝楠木哟，你们知道吧？金丝楠木它堪比黄金还贵，因为它生长的非常非常的慢。比如说我们要拿来做这个房子的这些柱头哈，可能就是这么粗一点，它要长多久才能长这么粗呢？200年，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昂贵。那么金丝楠木呀，也是我们近代呢才开始把它保护起来。在明清时候啊，这个大量的砍伐，因为大家知道这种木料它是万年不朽木，就大量的砍伐一些有钱人家呀、这个皇家呀等等啊，用这个金丝楠木去建房子啊，做各种各样的家具啊等等。所以说呀，在云贵这些深山里面，很多的金丝楠木呢，就是被那个时候大量砍伐的。你看我们这个楼房村呢，也就只剩下了这一棵巨大的树，可能是因为它的树龄时间太长了，才躲过一劫。那我们周边现在因为你看不到比它小一半，哪怕是小一半的树你都看不到，只能看到一些这么小的一点树，可能也就是最近100-200年长出来的。可能你们见到过的金丝楠木，也就是2米多的直径吧。这种树都是多少年？一般都是1-2千年。这棵树是3.8米的直径，朋友们，你们好好的去想一下这个数据。所以说，这棵树能够生长到现在，实属不易，非常非常的罕见哈。如果说咱们用现在的经济来衡量咱们这棵4300年的千年古树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值多少呢？1个亿、2个亿 ？No， 它在中国来说都是无价之宝。大家好，现在我在我们贵州的乌江边上，哇，看一下这个江对面呢，竟然还有一个村子，非常漂亮啊。他们那儿呢是不通公路的，要出去的话就是要渡江。那么每一家的这个房子下边呢都放了一个小船，哇，真的太爽了。他们这儿渡江可以沿着这个地方一直往上走啊，直接能够到达哪里呢？县城。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村子啊，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从这边一直下去，那边可能还有10来户。这儿呢有个7、8户，你看他们每一户的这个下边啊，这儿都有停放一个小船。你看这都停放一个小船，这边也是，就是家家户户都坐船出门啊，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村庄呢也是很原始，很原始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过去玩一下，要等他们这个村民自己渡船过来，因为他这里没有专门乘坐的那种公交船或者客运船，只能是他们每家每户的自己的这种小船啊，过来的时候呢，你才能够随着他们过去，去那边玩一下。
啊，酸了，酸了。你们在这搞，哎呀，你们这边还要得。这20个了啊。搞航拍啊？你们每天都要过来吗？在这边打果子啊？哎。哦，好久过去啊？下午过去。下午过去。嗯。哦，就相当于你们要出去的话都是坐车。哎。可以直接到县城嘛？可以啊。哦，从这里开就到县城了。我刚刚正好在这里航拍的时候呢，那个对面的有一个叔叔他开船过来了，他们的种的这个稻谷啊，在这个河对岸这边，这有个阿姨在这里洗衣服，然后他们的饭都带到这个船上带过来了。哎呀，本来我说在这里等一下，看看能不能到对面去玩一下，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没有船过来，都在干活啊，对面都是在船里，都是在这个地里这2天收稻谷，所以没有船过来。我在这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没有船过来。然后这个船的话，他要在这边把这个活干完，干完了之后再把那个稻谷装在这个船里，再运过去。他们自己的这个饭都放在这个船里面的，所以呢，今天就过不去了。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啊，再到这里来，带大家到对面去看看啊。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大山里。刚刚你们看到那个路了吧？基本上没路哈，我自己开路上来的。这一端都算好的，像刚才那些镜头你们看到了。我目前呢是把车停到这里的。为什么把车停到这里呢？这里还有一段路呢，有点太陡啊，不太敢开上去。那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下边的村民跟我讲啊，这个山的山背后啊，有一独户人家居住。我的目的呢，就是过来上去探访一下。刚刚那边转了几个小山头的那几段路啊，确实开得让人有点心惊胆战的。这个山上大家可以看看啊，就像是荒山一样的。然后这些地里好像种有一些茶叶。哇，这一户人家是居住在这个大山顶上。我们看一下这些毛杆草啊，这么好的这个草，这个上面应该是搞养殖的一个好地方啊。像这种地方它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啊，大概就是900多的一个海拔。哇，非常漂亮，这儿的环境很漂亮啊，朋友们。哇，这里竟然还有这么大的一片平地啊，这一片平地都是好几亩地。然后这一户人家他就是居住在山顶哈，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后山有很多的这个沙漠，那么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常说这个隐居深山，隐居深山，这里就是这种感觉。你看他是坐在这个山头上的，整个前方啊是豁然开朗的这种感觉。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地里呢也是种了好多的这个茶叶吧，这个是茶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哈，不知道这个老人家在不在家。在这个大山之巅住着一独户的这个人家哈，非常非常的漂亮。看这个还种了挺多的这个地啊，这个是种的啥瓜？这个是丝瓜。我好像以为听到有声音了，是有人在家的。主人家，主人家，有人在家没得？哎呦，老人家，你一个人在这里啊？哦，你吃饭没得？吃了。吃了哈。哇，你一个人住在这个山上？在山上干什么？耍呀！啊，耍哟！是啊。啊，我听他们说山上有家人了，我就跑去上来耍去了嘛。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啦？你这儿安逸哟，看得开哟。哎呦，这个条件嘛，绝对不难看。
没有水的啊。那你现在吃水啷个办呢？那你总要吃水噻。现在因为遭了今年天干老虎嘞。你干了哦，这个干了活，这个水天都干长了。你看你种的这些豆儿都干死了。哦，你贵姓呢？我姓徐。姓徐哈。就是你一个人住在这山上吗？哦。哇，好清静。你也没有养条狗啊些哈？这些土地全部是你家的吗？这土地的时候，这是搞这些的。这些全部都是啊。山呢？是不是你的这些？山我有啊。你也有哈？这些菜林也是你的。菜林哈，后面这些山都是你的。哇，这山上安逸，就是全水。哦。那你现在吃水啷个办呢？那边背进来吃。要背好久啊？背开把小时。我天，你个背水要背个把小时啊？哦，怪不得你没有喂猪牛那些，因为你喂不起哈。我开人就喂猪啊，哪里走？你也开人哈？老伴儿不在了。死了，这好7、8年了。7、8年了哈。你们是祖先就在这儿住吗？是啊，是从来就是我们父亲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你有几兄弟啊？我们几兄弟我个人。哦，你们父亲也就是你一个？他们搬在这儿好多年了呀，你晓得吧？总共多年，180几十年。180几十年了。那你小孩那些啊？小孩那些啊？我小孩啊，那个儿子娃儿，过30岁了没结婚，问题是过了有8年了，电话都不接。你儿子有30岁了，在哪里啊？在浙江温州。浙江温州。哦，女儿呢有几个呀？女儿有4个。4个女儿，都结婚了哈？他们结婚了。有嫁在外地的没啦？没有。都是本地哈。都是这。那你儿子为啷个出个7、8年的没联系啊？他是啷个不晓得，他这还是他要娘死的话回来去了几个，电话叫的也不接的，他就。哦，等于他妈妈过世了之后他就回来的，回来之后出去之后就永远没回来。哦。他是跟你有啷个过节，没是啷个原因呢？这都是啷个的搞不清楚，他家现在很严重，他也不说，他也希望说多话，他不希望说多话。哦，我的意思，他是跟你跟他有闹不高兴的事情没得呀？没有，那这从来我好久没和过他，从这20、30岁呀。那你7、8年没有联系，你不着急啊？就他不来也不接电话，你。我就是电话打得通，他就是不接。他几个姐姐跟他联系过没得啊？是目前特地解决计划。那你平时没得事，也经常走女儿那个耍西边？是啊，要钱哈。哇，我看你这边堆了好多这个木料哎，这是拿来做木头的吗？因为他一户人家住在这个山上嘛，所以这个大树也比较多。你看这里存了好几个的棺材，1、2、3，应该是有4、5具的这个棺材的一个木料，都是堆在这里的。就是它这里呢，确实是缺乏水源。你看这些沙树长得好笔直啊，好直啊。因为它是住在这个山顶上啊，它也没有蓄水的地方。可能只能靠这个山泉水呀，就是下来的时候蓄一下，但是我没有看到它也有这个蓄水池，所以住在这个山上，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空气也是清新，但是就是吃水真的是挺难的啊，挺难的，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山是最高的，两边的山呢也差不多，它要去吃水的话，可能要跑很远去。那你有好大年纪的水？75岁。75岁了，那你像你女儿那些是每年都回来看你噻，肯定要。我们也不知道他叫大爷的，就每天都要跟你联系哈，那还挺好的。他们肯定喊你跟他们一起住噻，你干嘛不去？他住的和他们也小，生活不要他也不喜欢去搞我的。
对，是的，年纪大了的人要起软点儿，年轻人要起硬点儿。哦，对，这生活就不一致。你说整那个煮个饭煮个趴西西的话，年轻人又不喜欢哈。哦，你说上来这段路是你自己修的啊？我个人跑去修的了嘛。你花了好多钱呢？花了4千块钱噻。花了4000哈。花4千块钱修的。哦，你们这边呢，确实真的是个好地方，就是没有好好的发展。一个人在这上面住起倒是清闲凉快。测水啊，你看背一桶水也够撑2天哈。那我走了，叔叔。搞你饭才叫我搞。不搞，我都不过。那我走了，叔叔。没得事。有机会在你这儿耍。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大山深处啊，我这个周围都是差不多原始森林一样的。然后呢，这里有一条毛的公路下去，我隐约看到这里好像有一户人家居住。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真的是非常漂亮。看这个群山环绕，那么将这一户人家呢是围在这个位置。那上边呢是从这个森林之中通过的一条公路啊。它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只有这一小段是这个毛马路啊。现在太阳大得很，已经是下午4、5点了。大家看看，房子在那里，你们就说这个地方好不好吧？门前这里有一口大水塘，对吧？好像是干枯了。是不是最近这个天气老是不下雨？你看这个房子后面背靠大山，左边右边都是山，这个地方是真舒服啊。这儿应该是曾经养过牛羊，还是养过什么？哇，棺材，见官发财，朋友们。这里好大的一副棺材，这棺材超级大，这个树也是非常大。你看，你们看这边的建筑就不一样啊，这边是属于这个绥阳县，他们绥阳县这边好像是把这个房子啊，木房子是建的这个2层啊，左右啊，你们注意看这个房子的左右，左边是高山，右边的山矮一点。然后背面是靠了一个大山，所以这个房子居住的位置是不是朋友们讲的背靠大山，左青龙右北虎，前面又非常向阳，从这个地方对出去，是不是这个格局？这户人家除了这个种了好多的烤烟，然后又在这里养蜂了哈。看这些地方也放了这个风筒，这个也是风筒，这个房子上也是挂的风筒。这好像没人在家吧？这边是做了一个偏房，然后下边还装了玻璃，上边也装了玻璃。它这个是山大间的一个房子，而且是2层半的。你看这个格局，这房子夏季住着多凉快，是不是？哇，漂亮！耶，我们看这一家人应该是一个女主人哦，看看这个衣服，这个帽子，应该是一个女主人居住在这里哦，但是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哎，他们这边这个房子的构造还是比较特别的。你看下边，它是山大间，一样的有中堂的这个大门，它的这个第2层同样有中堂的这个大门。这个设计我还是第一次见啊！这种房子是属于这个2层半的，像他们绥阳这边为什么大多数会建2层半的房子啊？原因是他们这边的木料比较好，
啊，基本上都是那种比较大的木料，因为背靠这样的大森林啊，所以是完全不缺木料的。所以他们建的房子呢，大多数就是木房子的，大多数都是建这种2层或者说2层半的啊。你看这个房子就属于2层半，那真的是非常大。你看下边3大间的话，实际上它是7间房，那楼上呢，又是3间，相当于它这一个房子的话，它有10间房哈，所以可以住好多的人。你们看这个房子啊，真的是非常漂亮啊！它是背靠大山，然后整个一圈全部是被山围住的。那么左边的山高一点，右边的山稍微矮一点，所以整个房子的格局非常好，而且是独一户居住在这里，不要太爽。房子门前就是一个水库，有这个公路呢做堤坝把这个地方蓄水，然后房子呢背靠大山，左青龙右白虎啊，好格局。